大家好，我係徐立賢，歡迎嚟到跨視博弈。你係咪覺得每日打開雪櫃，決定今晚食乜餸，聽日早餐要買邊隻牌子嘅牛奶，呢啲都係你嘅自由？你以為你用緊嘅 Instacart、Uber Eats 呢啲 app 只係一個方便你嘅工具，俾你喺幾千種商品裏邊動手指就完成選擇？呢個就係市場上絕大部分人嘅共識，一個溫馨、便利、由你掌控嘅生活途徑。但係如果我話你知，呢種選擇嘅自由好快就會成為一個徹頭徹尾嘅幻覺呢？你每一次嘅點擊，每一次嘅購買都唔係喺度消費，而係喺度餵養一個即將奪走你所有選擇權嘅巨獸。呢場變革嘅終點唔係更便利嘅生活，而係你將會由一個手握主導權嘅顧客降級為一個被演算法徹底管理嘅數據資產。你可能會覺得好笑， OpenAI 年初展示嗰個金點餐功能睇落仲有啲笨拙，但你有冇諗過第一代 iPhone 嘅 App Store 當年睇起上嚟一樣咁簡陋？通往 AI 代理嘅單程路已經鋪好咗，問題根本唔係會唔會發生，而係當佢發生嘅時候，邊個會第一個被犧牲？喺呢場遊戲入邊呢， Instacart 呢類中間商呢，只不過係第一塊倒下嘅骨牌。點解？因為佢哋成個商業帝國都係建立喺一個最脆弱嘅基礎之上，就係你會親手打開佢個 app。但係當你以後只需要對住個 AI 助手講一句，幫我搞掂呢個禮拜嘅晚餐，戰爭嘅規則就完全改變啦。你嘅 AI 管家比你更清楚你屋企嘅存貨，比你更了解你屋企人嘅口味。佢會將你嘅需求變成一場冷冰冰嘅演算法拍賣會，喺價格、速度、品質之間揾出一個最優解。至於你對某個 app 嘅忠誠度，你同街口嗰間鋪頭嘅感情，老實講，喺 AI 眼中呢啲嘢一文不值。呢個時候 Instacart、DoorDash 呢啲平台最寶貴嘅資產，你嘅眼球同你嘅手指就瞬間變得毫無價值。佢哋會被徹底繞過，降級為一個純粹嘅物流工具人，一個可以隨時被取代嘅基礎設施。當你唔再擁有需求嘅入口，你嘅議價能力就會趨近於零，利潤被榨乾，只係時間問題。你以為你係佢哋嘅上帝，但其實你只係佢哋用嚟同零售商談判嘅籌碼。當 AI 成為新嘅上帝，你呢個籌碼就冇用啦。咁你可能會諗 ，OK， 中間商會死，咁我直接用 Walmart 或者 Amazon 總可以掛佢哋財雄勢大，自己有晒成條供應鏈。冇錯，佢哋早已為呢個 AI 代理嘅世界做好準備。Amazon 嘅 CEO 甚至講明，未來嘅客戶就係識得自己做決定嘅軟件代理。但係呢度就係最恐怖嘅地方。你以為你換咗個平台，但係其實你只係由一個監獄跳咗去另一個更大嘅監獄。呢啲巨頭掌握住你海量嘅數據，佢哋嘅 AI 唔單止會預測你想要乜，佢哋更加會引導你想要乜。今日佢哋可能根據你嘅健康數據建議你買有機西蘭花，聽日佢哋就可以因為同某個飲品商簽咗份大合約，而喺你嘅購物清單入邊靜靜雞塞入一支你根本唔需要嘅汽水。喺呢個過程入邊，品牌嘅重要性會不斷下降，服務嘅可靠性，即係成本、品質、速度，將會壓倒一切。最終你贏到嘅所謂便利代價就係你嘅消費行為將會被一隻無形嘅手徹底操控。當所有人都以為呢場戰爭係關於邊個送貨快啲，邊個 app 好用啲嘅時候，真正嘅戰場其實係關於數據控制權同需求定義權。Instacart 唔係冇諗過後路，佢哋有個 B 計劃，就係轉型做一個技術供應商，幫其他冇能力自己搞電商嘅零售商提供一個白牌方案，就好似雜貨界嘅 Shopify 咁。佢哋賭緊嘅就係人類對品牌嘅忠誠度。調查話我哋知有70%嘅美國人對自己常去嘅雜貨鋪頭有長達13年嘅忠誠，但呢個就係今日最核心嘅拷問：一個被設定為絕對理性、追求最優化嘅 AI， 究竟會唔會尊重你呢種非理性嘅人類情感？當 AI 發現喺 Walmart 買嘢可以幫你慳5%嘅時候，佢會唔會理你同街角嗰間鋪頭老闆嘅交情？所以你要諗清楚。你要玩嘅究竟係邊一場遊戲？係繼續擁抱呢個由科技巨頭為你設計好嘅便利牢籠，心甘情願咁交出你嘅數據、你嘅習慣、你嘅選擇權，去做一個溫順、容易被管理嘅消費者，定係喺一切都太遲之前開始警惕，去理解並利用呢啲潛藏喺規則之下嘅真正權力，重新定義你喺呢一個數字世界入邊嘅位置。記得訂閱我哋嘅跨視博弈。仲要撳埋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如果有興趣，請加入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及 Patreon 會員，資料喺下面 info box。下次再見啦。